高达为什么一定要有手？手又是干嘛用的？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了解了高达为什么一定要有胳膊。很多人好奇了，仿生机械臂确实更灵活，泛用性更高，可是为什么还要在胳膊上安装上和人类一样的手呢？直接做成适配不同武器的接口不好吗？或者做成乐高小人那种握持方式不可靠吗？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手的问题。先来说说为啥不用简易的武器接口，这个其实很好推测。如果只是做成简单的接口，那么武器的使用角度就会完全依赖于胳膊肘与肩部的关节，灵活性要大打折扣。而如果在连接处下方做一个类似手腕的关节的东西，那么连接处的稳固程度又容易出现问题。到最后就会发现还是直接做个机械爪抓握更实用。那么该做成什么形状的机械爪呢？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早期的机动工兵，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已经用上了五指可动手了，只不过只配备了一个，另一只手则是工程用的三爪大钳子。而联邦这边生产的适用型钢加农也是三爪的。其实在工程领域，三爪形状确实是相当科学且实用的了，因为它不但提供了相当的抓握力度以及稳定度，同时呢也满足了很多细微操作的需要。可是为什么在 MS 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吉翁这边却让 MS 双手都换上了五指可动手呢？原因很简单，之所以他们之前会不约而同的使用三爪手型，不是三爪手型更好使，而是五指可动手技术难题更多。吉翁这边是因为有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帮助，因此呢研究出第一批 MS 就带有了五指可动手，可是足以配合五指可动手的武器还没来得及研发，因此才使用了工程手臂来临时进行实战演练。而联邦那边就更惨了，由于一直以来的闭门造车对 MS 的重视程度呢又不高，因此初期全部使用了技术较为成熟的三爪手型。可是光从这三爪持枪的画面中，我们就能凭直觉感觉到，三爪握持步枪这种武器时，显然稳定度是不太够的，更别提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比拼机体力气的白刃战了。想要稳定握持武器，手掌以及足够的手指数量，那是必不可缺的。那么拥有更高 MS 科研水平的吉翁为什么要选择五指可动手呢？为啥不是4指、6指、7指？说来说去还是仿生学。为什么是5指？这个问题早在泥盆纪的时候，老天爷就已经拿地球的各种生物做实验了。当时有许多类似鱼的四足动物，每只手指数量都不相同，有5根的、7根的，甚至有13根的。但最后自然选择下来，除了少数4根和6根的，绝大多数动物都选择了5根手指了。虽然后期他们有的会将手指简化，演化为鸡蹄动物或者是偶蹄动物，但凡是要使用手来操作工具的，基本都保留了5指的配备。虽然5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这一点相信 AI 绘画领域已经是相当领会了。而最终进化成人类的这一只生物，是用上千万年时间攻克了它的使用方法。那么当科学家攻克了5指可动手的操控方式，也自然可以直接照抄答案。当然了，这里可能牵扯到许多生物学的知识了，这方面我是纯外行，具体优势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补充。总之结论就是，用手来握持武器，在稳定度和灵活性上是远超纯接口的。而5指呢，又是目前看来在解决技术问题以后泛用性最高的手型，因此 MS 使用5指可动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不然还怎么10指相扣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为什么要有胳膊？胳膊又是干嘛用的？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讲了高达为什么需要有一双腿。有的人说了，腿好像确实有点用，可是为什么要给高达弄一对机械臂呢？直接做成有些科幻机甲那种两边挂俩武器的，或者直接扛个炮台不好吗？手臂是不是有点多余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肯定还是上期提到的 AMBAC 系统，就是机甲通过4肢来控制本体姿势的方法。一个大小适中的手臂也是这套系统不可或缺的。其次，在绝大多数高达宇宙中，机动战士都是由机动工兵改造而来的。作为早期帮助人类在宇宙中施工的外骨骼，机动工兵的机械臂就是类人形的，它可以以较高的灵活度与稳定度胜任各种不同需求的作业任务。其实人类手臂的优势，或者说灵长动物使用上肢的方式，绝对是自然选择后的成功案例，而人造产物的版本答案又往往是各种仿生学。之所以有些科幻作品中会出现比较简易的武器挂载方式，主要是因为这些科幻作品相对保守，或者说是更想让作品里的机甲符合当代人的直觉。而一旦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当人类解决了机械臂操作以及强度等问题以后，事实上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战斗准备时，机动战士就可以挂载各种武器，通过手臂在不同情景下选择性使用。而如果是传统的武器挂载方式，则是每次出击前就要定好用什么装备，并不能根据战场需求随机应变，尤其是近
近战类武器。其次，在战斗中，机械臂可以完成各个角度的射击需求，且不需要整个上半身都做出大幅度的摆动，减少驾驶舱的不必要移动。而传统的武器挂载，如果想换攻击方向，则需要整个机身都调整角度，而就算加入了双轴可动，也会面临着各种角度限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假如左手弹药打空了，此时左边来人，你想用右手来攻击，就要整个转动上半身，而机械臂呢，则是可以直接在胸前就完成方向变更。这个差距到了战场上可以说是致命的。最后呢，在机体摔倒或者是需要紧急着陆时，手臂可以辅助身体完成姿态调整以及软着陆等动作，而并不需要像传统机体那样，一旦摔倒就必须要靠推进器才能起来。你总不能指望着连机械臂都造不出来的机甲来个鲤鱼打挺吧？这也是保证人形机甲能够灵活战斗的根本。所以说白了，仿生机械臂这玩意儿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升机甲的泛用性。虽然我们在剧中会看到 MS 一片一片的死，但实际上这都是相对高端的战场，每台 MS 的造价都不低，也只有部队中的精英才能够驾驶。虽然有的会根据作战环境进行一些特化调整，但 MS 的泛用性永远是最优先考虑的。海战、陆战、空战、宇宙战、平原、山区、巷战、卫星战、长距离、中距离、短距离、白刃战，一般 MS 总要能胜任好几项。毕竟单论特化战斗，还是飞机坦克来的更物美价廉，只有泛用性足够高，才能让 MS 体现出它的性价比。好了，今天视频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为什么一定要有双腿？腿又是干嘛用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把刷腿都是装饰品的人都给我插出去。其实很多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大都是认为双腿在战斗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还会增加着弹面积，属实鸡肋。然而硬要说的话，它还真确实有一些优点的。在讲优点之前，我们先要了解高达宇宙的基本设定，毕竟是科幻作品嘛，总要有一些想象出来的东西作为基础，不然就换不起来了。然而这个基础呢，就是超强硬度的材料。就算是早期的作品中，无论是元祖的月神钛合金，也就是高达尼姆合金，还是扎古的超高张力钢，它们的坚韧度以及单位质量都是当今材料学很难实现的。就像大家吐槽的，一台18米高的人形机甲，本体才20-30吨，全备重量也就60-70吨，它的材料还要能支撑双足行走所带来的压力，实在太不合理了。没办法，咱们看这部片子就要接受它的科幻设定。上面一关过了，就到了制作组可以口胡的领域了。在高达世界中，人类写出了支持机器人控制姿态的系统，也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动态质量自动平衡控制，使机甲在无重力且不使用推进器的情况下，可以轻松实现姿态调整。举宇宙中的例子可能比较难理解，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猫猫为什么每次落地都能迅速翻身，就是靠四肢以及腰的扭力，让自己永远不会背着地。宇宙中的动作原理虽然完全不同，但是达到效果是差不多的。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高达宇宙中有米氏粒子的存在，其他高达系列有其他的原理反正就是会让雷达失效。在这一大前提下，需要经常进行可视距内的战斗，甚至是近身白刃战，那么腿的优势就更明显了。相较于传统车轮，它在复杂地形的适应性更强，基本上只要调好参数，绝大多数的地形都能畅通无阻。这时有人说了，那做成以漂浮为主的不好吗？那还真未必。首先，在陆地和小行星带等地方作战时，脚是可以用来做机体缓冲的，而如果是纯漂浮加喷口，就很容易遇到规避不及时而直接撞上去的情况。其次，长时间漂浮推进对能源的消耗也更大，相对来说，使用腿加喷口的组合就可以兼顾节能和紧急制动两个需求。这时又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做成4足行走的兽形呢？确实，兽形无论是爆发力还是着弹面积都比人形有优势，但是兽形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在狭窄空间战斗很容易卡住，而且格纳库压力也会更大。另一个就是人形能让人类驾驶员理解当前机体的状态，毕竟行动方式相同，采取各种动作与反应也更符合直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解放了双手。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用双手，那当然是要等之后的视频再讲了。不过最后要说的是，高达作品中人形机甲这一理念，毕竟是在很多科幻设定的前提下才诞生的，与现实世界肯定有很大差距，大家也没必要太在意合理性了。导演能编出来一些理由已经算是不错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头？头又是干嘛用的？说真的看到这个问题，就算是能经常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我，都很想只回答一句：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
高达的头，咱们先从剧中设定角度来讲，那就是相当于一个信息处理中心，它的眼睛和头顶的那个做模型的时候经常要贴铝箔贴纸的都是监视器，有的模型甚至还会把摄像头的细节给做出来。不过高达身上实际上是有着很多的监视器的，驾驶员在驾驶舱中看到的画面也是 AI 统合计算生成的，因此就算头部监视器被毁坏，也不会让驾驶员什么都看不见，只不过在部分区域的图像处理上会出问题。而头上的天线呢，则是雷达、通信等设备的延伸，由于牵扯到情报处理以及分发的功能，因此一般情况下对讲机会有特别的天线或者是巨大的天线。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功能，还有一个捎带手的，就是火神炮，主要作用呢就是在不使用双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辅助战斗。不过由于杀伤力有限，主要都是用于干扰以及轻步兵用的。当然了，使用得当也是有立大功的时候。其他还有一些像散热以及传声的功能，这个就属于相对边缘化的设定了，剧中很少会有体现。而至于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外观，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达到威吓的作用。毕竟是日本动画，参考的是日本的武士盔，结合高达超强的实力，当时的吉翁军基本上一看到这张脸直接就尿了。白色恶魔实至名归。好了，我编不下去了下面是我的真心话，它是人形机甲呀，兄弟们，谁家的人形玩意儿没有个头呢？没有头的还叫人形吗？别的不说，就像这个没有头的吉姆出玩具，你会买吗？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断手断脚后是怎么这么快就修好的？大家经常会讨论，哎呀，这台高达有多强多强？你看这个推进力，你看这个弹药配置，你看这个隐身黑科技，还有的会讨论，哎呀，这个驾驶员有多牛多牛？你看这骗锁技术，你看这个不做人的觉悟，你看这个前格的熟练度。但你有没有想过，当先进的 MS 在战场上被打了缺胳膊少腿时，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好呢？当机师把装备当投掷武器扔时，他们就不担心库存会不够吗？当敌方的机体被偷过来以后，为什么又能这么快就被逆工程，甚至还能开发出新的装备？那些整备员是如何在狭小的格纳库中整出这么多花活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整个话题可以拆解为两部分，首先要说的就是材料问题。众所周知高达宇宙中之所以会有人形机甲的存在，一个是由于米氏粒子使绝大多数的雷达失效，另一个呢就是超高硬度材料的出现。像我们熟知的高达就是使用月神钛合金制造的，后来被大家称之为高达尼姆合金，它是由钛、铝、稀土类等构成的合金。看材料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是制造工艺。由于该类合金需要在低重力下合成，因此当时只有在月球能够满足它的生产条件，这也是月神钛合金名字的由来。而早在高达诞生之前，月神钛合金就已被用于宇航设备上了。毕竟这玩意儿在 UC0064 年就被冶炼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最早用月神钛合金造 MS 的是联邦，而不是更早研发 MS 的吉翁呢？说白了就一个字，穷。那会儿吉翁为了打全面战争，最先要做的就是铺开生产线，把战争机器的数量提上来。虽然最初也考虑过用月神钛合金作为开发 MS 的材料，但是由于生产限制较多，产量也很难搞上去，因此呢就退而求其次，使用了超高张力钢。毕竟终究是殖民卫星上建立的政府，跟财大气粗的地球联邦自然是没法比。但话又说回来，月神钛合金只是产量跟不上而已，并不是什么独家秘方，要造大家都知道该怎么造，这一点需要屏幕前的各位有所了解。而联邦那边在吃了 MS 的亏以后，由雷比尔将军亲自挂帅主导研究的 RX78 则享受了当时研发 MS 的最高待遇，不但月神钛合金要管饱，甚至质检不合格被淘汰下来的零件还能造出20台陆战高达。你就说这零件得储备了多少吧。恰好 RX78 搭乘的舰艇又是原配母舰白色基地，上面的配件自然也是相当充足，坏了就整条胳膊整条腿直接换，先让阿姆罗出去浪，整备班这边再根据资料慢慢修。其他高达宇宙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可是问题来了，自家造的东西确实会有备用件，这个好理解那偷来的高达还能快速整修，又是什么原因呢？那咱们就要聊聊第二部分，技术破解问题。还是先说说设定比较多的 UC 宇宙，让我们掌声有请 UC 宇宙最大军火商阿纳海姆电子公司。这个公司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该公司总部坐落于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家标榜中立的军火商，同时向联邦和吉翁兜售战争资源。经过1年战争期间的蛰伏，在吉翁战败以后，吃下了大名鼎鼎的吉翁尼克斯公司，也就是生产扎古和勇士那家以及分裂后的吉麦特公司，也就是生产大魔强人的那家，并与联邦深度合作，参与到后续的 RX78 系列研发，也就是传说中的 GP 系列黑历史。在拥有当时顶尖研发实力的同时，他还暗中资助吉翁残党以及后来出现的反提坦斯势力奥古，不断执行多线研发加两头吃的战略方针，
使其壮大成足以影响联邦决策的组织。嘿嘿，老家在北美洲，高技术力，两头吃大发战争财，这咋看起来就那么眼熟呢？而说到这里 ，UC 纪元前半部分的修理工程也就简单明了了。GP 系列就是阿纳海姆开发的，同时呢，他们还暗中卖军火给吉翁残党，所以被偷走的 GP02 自然也就有了补给保障。GP04 阿纳海姆更是不装了，直接改外观就卖给西马了。格林普斯战争期间，虽然马克兔是提坦斯那边主导开发的，但奥古在偷马克兔时还买一赠一的获得了卡缪，卡缪手里呢又有他爸开发马克兔时留下的资料，所以破解进度也是很快。后边还出现了后继机超级高达，独角兽就更别提了。联邦和新吉翁残党的战斗本质就是阿纳海姆左手倒右手，两边估计都存了不少独角兽的备用件，只不过最核心的技术从不外露。这就要说说阿纳海姆的底线了，精神感应框架这种核心技术，它是绝对不会随意外露的。就是你缺胳膊少腿了，只要你出钱，我就能送货上门。可是牵扯到核心技术，那你就只能凑合用了，要么就返厂我给你修。关于阿纳海姆电子公司，其实单独做一期视频就能讲很久了，这个咱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细讲。这里还要再提一嘴，整备班手头材料不够的时候会怎么样？比较典型的有像吉姆头的路高，虽然情报收集能力有所下降，还有点丑萌的，但凑合用也还是可以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查迪利了，他可以说是把整备班的无奈体现的淋漓尽致。当查迪利大破后，舰长觉得这玩意儿吧，核心部分貌似没毛病，现在机体紧张，这不用可惜了。于是不但要求把它修复到能出战的水平，还要针对独角兽系列机体做出有目的的特化。接到任务的整备班真是一个头两个大，给他又是换上墨镜，又是外接各种武器挂件，又是把浮游炮改成浮游导弹的，实在修不好的两个大翅膀也换成了祖鲁用的推进器，突出一个东拼西凑。但你还别说，就这临时缝补出来的机子，还真能给对面的暴桑女妖上一课，也是可以了。当然这两个例子不但可以体现出整备班的强大，也能看出高达宇宙很多的技术其实都是互通的。除了像精神感应框架这类非常高端的玩意儿以外，其他技术的研发资料都是相对通用的。优点呢是便于维修，缺点呢就是很容易被逆向工程。这里正好说一下非 UC 的例子，比如说 C 的中被偷走的4小强，调整者不但能够快速改写你的 OS， 人家整备班还能迅速整明白你的 PS 装甲的运作原理，并迅速实现生产和改装。我估计是这些机体的电脑终端中就带有了不少机体的开发资料，结合高达宇宙特有的极速技术再生能力，别提伪卢这种连资料带实物都送货上门的了，它就是直接给你个磁盘，它都能瞬间把反中子干扰器给量产出来。想想产品研发到测试整个流程被压缩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开发水平真是活该他们能做出高达呀。哦对了，还有 AGE 那个 3D 打印更是逆天啊，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讲了。好了，今天视频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宇宙那么黑，高达在作战时是如何看到彼此的呢？说实话，兄弟们，问我这个问题属实有点超纲了，这已经跟高达设定关系不大了，这完全就是科普范畴的话题了。是谁逼你们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你爸逼的还是我妈逼的？你妈逼的！可是这个话题也确实牵扯到高达在宇宙中各种狗斗的合理不合理。于是我就收集了一下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如果有错误呢，也希望屏幕前的大神多多指正。首先要了解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宇宙中凡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有光的。有的人可能好奇太阳到地球之间的区域看起来就是黑漆漆的呀，这不是看不见东西吗？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一块没东西咱们肉眼所看到的一切物体，除非它们自己能发光，否则都是通过反射光才让你看见的。而地球与太阳之间，除非飘过个陨石啥的，别提尘埃了，连个原子都不存在，也就没有能反光的物质，咱们自然什么也都看不见。所以只要高达在有阳光的地方战斗，情景呢是跟动画里边差不多的，周围漆黑一片，但唯独高达亮晃晃的。而且由于宇宙中没有什么云雾尘埃什么的，理论上可视距离应该比地球还要远上不少。那么高达之间看清彼此就再正常不过了。可问题也就来了，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比如地球的背面，高达还能看到彼此吗？从我手头查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原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月光。虽然太阳直射以及衍射在地球背面中心部分是几乎不存在了，但太阳照到月亮以后所反射回来的光还是很充足的。就像晚上，只要我们不是在什么深山老林里边，月光都被树木给遮住了，还是能看到月光所照亮的物体的。只不过呢，大气圈内亮度会比较低，而宇宙中呢相对会好一些，所以基本上还是能满足高达之间的狗斗需求的。再加上高达宇宙科技树发达点，监视器的光敏感度啥的再强大点，
凭借月光来战斗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当然了，我在查这方面资料时呢，还查到了一个叫做奥尔伯斯悖论的东西，大概意思呢就是宇宙中有那么多恒星都在发射着强光，那按理说地球的背光面也应该能照亮才对啊。这个讨论起来就深了，我只能说过。这时啊，又有刁钻的小伙伴问了，那如果是太阳、地球、月亮一条直线了，也就是月全食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乖乖休息会儿呗。月全食一年都未必会出现一次，出现了也就几分钟到1个来小时。联邦和吉翁是给你分配老婆了，还是解决住房了？打个工卖什么命啊？可能有的人觉得开个探照灯啥的，是不是也能凑合打呀？兄弟，周围黑漆漆一片的时候，你开个灯，那不是当活靶子吗？建议还是原地睡一会儿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哪一种高达的操作方式最为合理？在之前讨论高达的操控方式时，很多人认为片中的传统驾驶舱太落伍了，操作起来也太累了，并纷纷推荐全金属狂潮、EVA、环太平洋等作品中的操控方式。但这些毕竟是其他科幻作品基于他们的世界观所创造的，而高达作品内，大家则是比较推荐脑控以及武斗传的操控方式。但他们真的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用吗？今天就让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高达剧中出现的最合理的驾驶方式是什么吧。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最传统的推杆加按钮的驾驶舱。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原理了，其实就像很多人所说的，类似复杂化的挖掘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当时呢，我是拿山达斯的一系列操作来举例的，很多人表示这也太复杂了，根本学不来。但事实上山达斯作为能开上陆战高达的驾驶员，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存在了。他的操作也是有着大量的实战经验和肌肉记忆的，并且人家不但是要打出连招，还要涉及到木压、力回等技巧，这确实不是咱们这些新手能一下领悟的。就连我们常说的独角兽杂兵战场，那些杂兵其实也都是老兵油子了，操作其实都算得上是秀翻天的了。真正符合咱们这些新手的操作，其实呢，就像这些排队等着送死的新兵，以及这种一堆人站桩输出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操控不过来，就连基本的移动射击，就算他们在模拟战中练了好几次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面对着枪林弹雨，那没被吓尿裤子就不错了。不是大脑直接放空，就是手脚不听使唤。而且别提新兵了，就算是有的 ace， 战场上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也就只会推杆捅以及推杆捅了。但事实证明，你就算是只把推杆捅这一个操作练到位了，那也是能有相当不错的战绩的。这时有人说了，那说来说去，这不就是证明了传统驾驶方式太复杂，不适合新人吗？那为啥不去考虑更先进的脑控驾驶呢？嘿嘿，你以为传统的驾驶对新手不友善，脑控就对新手友善了吗？咱都不提脑控技术的准确率以及在战场上的抗干扰能力了，就假设这些问题在高达宇宙的科技树中都解决了，设备完美了，那你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吗？要知道，大多数脑控设备的驾驶员都是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他们所发出的脑电波强度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样才能让设备顺利运行。就算有的设备亲民一些，普通人也能用，那你能保证你的脑子在战场上那种嘈杂的环境中会那么听你的使唤？人脑终究不确定性太多了，就像你控制身体时，很多动作其实都是通过肌肉记忆下意识完成的，而当这些动作都需要你的大脑来进行操作时，所需要的思考量就远超出你的想象了。更别提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你的大脑放空走神。如果是传统驾驶舱你还能下意识的靠肌肉记忆推一下推杆来进行移动，而一旦全靠脑控，你当时大概率就整个人愣住了，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一个。所以脑控这个东西学习成本是远比你们想象中要高得多的。你就这么想吧，学习开挖掘机和保持看到漂亮妹子能不动任何歪脑子的状态，哪个更难？不是我说相信大多数人看到漂亮妹子，别提能做到不动歪脑子了，估计那一瞬间你把孩子名字都给想好了。就这还想开脑控机？先出家学一下4大皆空吧，然后再来说说武斗传这种，说白了就是体感操作。这个东西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机械延迟有多少？机械是否能够完全实现人体的极限动作？机体摔倒了，驾驶舱里的你会有什么反馈？操作服如何让你模拟机甲现在的姿势？如果你当前的姿势与机甲严重不符，每次都需要先归位再重新制动，在战场上是不是破绽也太大了？如果你不归位，身体与机体之间的误差如何弥补？等等等等。所以说单看高达作品，武斗传这种显然是太异想天开了。那铁血怎么样呢？这种介于脑控和传统操作之间的驾驶方式确实相对合理一些，但问题就是太费驾驶员了。
普通人估计打不了几场啊，就已经和后期的3名一样了。你人缘再差点儿，连高达阵估计都体验不到。这穿越过去爽几把以后就当植物人，属实有点不值得。而像其他作品，比如水星的魔女什么的，那说白了呀，就是极大程度的加强了 AI 的辅助能力，这个才是正道。但原理啊，其实又跟传统驾驶舱差不太多，只不过 AI 更强大，你的操作更加简洁。你看这说来说去，还得是传统驾驶舱加 AI 的组合，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呀，属实不适合咱们这些普通的穿越者。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先来说说传统的实弹武器，比如步枪、火箭筒这一类的，不管他们有没有瞄准镜，高达要把它们举起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让枪与肩平行，用肩膀来抵消后坐力的。就拿陆战高达这不起眼的豆豆枪来说，在高达的比例下来看，这似乎啊像是一把小水枪。然而呢，它其实是口径为100毫米的机枪，也就是说打出去的子弹只要能命中有效部位，都是能单发解决一辆坦克的，其后坐力可想而知。你看剧中男主在对付扎古时，就算距离不算太远，且有火控辅助，单手持枪的时候，那弹道啊也是突出一个狂野，从下半身打到了上半身，像极了玩 CS 时用 AK 连射的我。随后呢，他改成了双手握持并与肩平行的射击姿势。哎，你看这弹道一下，还是一样乱七八糟的吧，也足以说明啊，我刚才说那些全是废话了。侍郎你在干什么呀？侍郎，没事儿，后坐力啊，毕竟不是那么好减轻的，拿他们举例啊不太恰当。咱们还是来看看光束类武器吧。由于打出去的都是高热等离子体，或者是 Mega 粒子呀、真因粒子呀啥的，它们的质量呢都非常非常小，因此在使用这类武器时，高达是感受不到什么后坐力的。所以按理说啊，配备了瞄准镜的光束步枪，应该是不需要做出瞄准动作的。然而为什么历代高达主角却又纷纷拿着这样的武器往高达眼前摆呢？如果不拘泥于这个动作，高达甚至可以做出在掩体后面只伸出一只手就进行精准射击的，那岂不美哉？这就要说说高达头部监视器的具体作用了。其实高达的双眼啊，并不是主监视器，它们是负责立体成像的辅助监视器。真正的主监视器是头顶上那个，经常做成长方形或梯形的东西。所以按理说啊，就算高达需要通过光束步枪瞄准镜进行瞄准，也应该是把瞄准镜对准头顶才对。所以说他们这个举枪动作啊，不仅多余，还不正确。其实吧，什么步枪啊、冲锋枪啊，对于超精准瞄准需求啊不算那么高，所以要解释为啥要看镜头，还得看咱们大狙。其实无论是大狙还是光束步枪，在做精准射击动作时，驾驶员都会拉过来一个单独的小屏进行单独瞄准，因为如果在主屏上直接放大目标，容易丢失附近的视野，这样就很难照顾到自身安危。所以单独瞄准的小屏不但可以观察远处的目标，还能随时看向主屏幕，这样呢更能二者兼顾。那么我们就要讨论这个小屏的图像到底是如何采集的了。常玩游戏的朋友们应该知道，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准星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人称的准星，你能瞄到的地方就肯定是能打到的地方，而第三人称的准星有时会出现准星在目标上，而射出去的子弹呢会被其他的物体挡住的情况。而高达拿着武器射击，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点类似于第三人称射击，因为你头部监视器所看到的东西与枪上面瞄准镜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小屏幕的内容也是通过主监视器来的，那自然要把枪放到头附近，才能保证视野内容一致。可问题来了，如果小屏幕上的内容是枪准镜上提供的呢，那岂不是根本不需要扯什么主监视器的事儿？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ね。好了，今天就口胡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